欢迎来到海类，我是台湾妞，我是娜。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历史事件吗？又是历史事件，但这个历史事件一直延伸到现在。最近呢，韩国有发了一个新闻稿，南韩的独立调查机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简称 TRC， 他调查说南北韩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韩国有大量的出口某一个东西，是婴儿，就是韩国曾经是最大的婴儿出口国。因为这个数值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后来大家就去调查说婴儿出口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违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会这么多婴儿出口到世界各国给各个国家的人领养。调查委员会就发现说呢，当时出口婴儿这件事情是南韩政府允许的，委托某个机关去执行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南北韩战争有非常多没有钱可以养小孩的家人，他们就必须送养小朋友，透过政府的机构去把小朋友送到海外去。那当时父母的心态都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家养不起小孩，我们没有食物可以喂小朋友吃，宁愿送他去国外让他吃好穿好。大部分爸妈是这样的，但当然他们也不想要送养，可是这真的没有钱。战乱之后的韩国真的是很辛苦的，但是呢 TRC 这个机构呢，他们就查到当时南韩政府送养婴儿其实有多项的违法行为，强迫养父母捐款，然后有买卖婴儿的嫌疑，他们还有篡改婴儿的资料，就是把 A 婴儿放在 B 婴儿身上， A 婴儿明明没有要送养，却把他送养出去了，等等的这样子的内容。整个过程其实是侵犯人权的，南韩政府也首次的承认他们当时违反了国际的公约。根据 TRC 统计呢，这几年来共有超过14万名的韩国儿童被送养到各个国家，包含有美国、法国、瑞典、澳洲等等全球15个国家，其中里面目前有出面指出的大概有300多位，他们的身份是被伪造的，根本没有要送养，出生之后就没有见到妈妈，然后就被送走了，妈妈也没有要送养的意思，就是有发生这样的案例，寻找他们的父母，寻找他们家人，发现这个机构有发生这么多错误。是错误吗？夸用？我觉得很夸张，还是一桩生意呢？我觉得两个都是。2020年韩国有256名的儿童被送到海外去，其实这数字很高。全世界各国被送领养的数字呢，第一名是哥伦比亚，第二名是乌克兰，第三名是韩国，第四名是印度，第五名是中国。就是以发展国家来说，对，因为韩国的 GDP 水准是在世界前10的，可是却有这么大量送养的数据。现在送出去的理由是什么？有查到很多啦，未成年怀孕啊，就是比较多是类似这种的啦。那出面指证的这些人，他们又遭受到怎样的故事呢？刚刚提到这个南北韩战争，1950年到1953年，又俗称625南北战争。因为这个战争产生大概有10万名的孤儿，战争期间就一定会有一些流离失所、家人失散啊什么的，非常多儿童他们是没有家、找不到家人的状况。政府呢，当时为了要统一管理这些儿童，他们就有做了一个儿童收容所。当时全国有大概有434个儿童收容所，专门照顾这些儿童。但是呢，战争之后国家也很辛苦，人民也很辛苦。虽然韩国政府去做了这个机构，但是没有大量的资金可以去养这些小朋友，就决定要开始执行海外送养这件事情。是送养还是卖？好听点是海外送养哦，难听点就是卖这些儿童去赚钱啦，财政收入。对，没错没错。这些领养机构当时的说辞呢，都是说没有钱可以养小孩，你们就把这些小朋友送到国外，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等到他们成年之后，18岁之后，他们就又可以再回韩国来找家人。这个机构呢是韩国社会福祉会，到现在还存在哦。所以有非常多当时被送出去的，他们回韩国都先去找那个机构去查这些资料，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被送？对对对。接下来要讲几个案例呢，是他们被送养之后，现在已经都成年人了，回韩国要找寻自己的根妈。其中一个案例 A 呢，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有4个小孩了，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就决定要让他送养。这个妈妈在送出去之后呢，每个月也都会固定来机构来确认说小朋友的状况是怎么样，那送到哪一个国家等等。机构是跟这个妈妈说呢，你们的小女儿呢被送到荷兰，她会在那边过得很好，你们就不要担心。
心了。但是妈妈当然就是还是会一直去询问，可是后来机构都说哦，就是已经在养父母那边过得很好，没有其他新的消息。这期间呢，妈妈包含其他小孩都有持续的要找寻这个妹妹的下落，上电视新闻宣导说他们有一个妹妹被送养到了荷兰，可不可以请大家帮忙找找她？30年之后呢，就有一位住在丹麦的韩侨说他就是里面的这个 A， 他就拿出他自己当时被送养的文件，上面就是写说他就是被送养丹麦，才不是什么荷兰嘞。而且呢，他在领养的文书上面是写着孤儿。可是他明明当初送养的时候是有家人的，而且还是他妈妈把他送去的。他妈妈还说现在没有钱把他送出去，他之后会来找他。不希望新的家人让他跟不是，当时这个机构呢，为了要加速送养的流程，是孤儿的话就不会有后续这么多问题了。还有父母的话会去查说父母是什么原因，然后爸爸做了什么，妈妈做了什么，这些资料，那养父可能会去询问说是什么状况。可是如果是孤儿，一切都很简单，你就是一个孤儿，就是送出去了。当时这个机构呢，有非常频繁把小朋友明明就不是孤儿，去把他改成孤儿，然后送出去。还好的是后来住在丹麦妹妹，她后来就是长大有回来韩国去认亲，而且呢，当时收养儿童海外的父母的金额呢，其实蛮高的，高达$3000。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贸易行为吗？对当时的韩国政府来说9万，对啊，所以算是10几万啊。可是是当时的10几万啊，相当于一名上班族的年薪哦，10几万哦，那时候，那时候以韩国政府的立场来说，讲难听点，他们当时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经济生意，是一个生意这样子，贸易。当时的海外父母非常喜欢韩国的小孩，因为觉得韩国的儿童比较温顺一点，聪明乖巧这样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呢，是在2012年以前，养父母们不需要飞来韩国见这个小朋友就可以把他领养走，他们就是看照片看资料在选小朋友，所以当时有很难听的说法，就是在邮购小孩啊。 Oh my god，邮购小孩真的太夸张，因为现在领养你需要很多程序，对，没错。当时有很多新闻画面，很多婴儿刚出生，你看起来他就是3、4个月还躺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是全部被推上那个飞机。很多床小小的婴儿床在飞机上全部被送出国，他们是货物，对，他们是货物。总而言之呢，2012年改了叫做代领收养制度，全部都是要相见之后才可以领养，可是这之前呢是没有的。后来就是有更多的领养人回来要找他们的资料嘛，他们就有拿出了养父母给他们的领养文件，然后跟机构给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找到父母家人当时的资料拿来对照，明明是同一个人，可是出生日期不一样，出生地不一样，甚至有的连性别都不一样，是不是很扯？性别耶，他可能把 A 拿到 B 了，把 B 拿到 C， 当时的文件就是一团混乱就对了。甚至他们回到这个机构想要找寻父母的一些资讯，家人一些资讯，这个机构都说呢，亲生父母亲如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呢，是不能公开个人资讯的。也就是我今天送养这个小孩，但是我如果是不想要同意让小朋友知道我的个人资料的话，是不可以公开的。机构就一直用这样子的条例说法去跟被领养人说我们不能公开，所以有些人找得到，有些人是在新闻媒体上直接公开，有些人是要去查是查不到的，所以有些人到现在还是找不到他们的家人。可是他阻碍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被发现说就一场骗局，他们根本就不是被送养的啊。哇，敢做这生意真的是蛮没有良心，很可怕对啊。还有一对夫妻呢，他们的小朋友失踪了，4岁5岁的时候，爸妈就一直找寻嘛，找了各个医院，找了各大精神病院，都找不到这个小朋友。他失踪的年份是1975年。后来这个爸妈呢，他们就去登记了 DNA 的海外领养机构做认证，看有没有可能小朋友是被领养出去的。结果还真的给他们找到他们的亲生女儿是被送养到美国去。当然很开心的就见到他们的女儿嘛，回忆说她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被送养出去呢？本来是在家里附近玩的，邻居的姐姐还哥哥带她出去玩，她就跟着那个哥哥跑，那就跑到火车站附近了。她就一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就有一个不认识的 Harmony 不认识的奶奶就带她坐上了火车，她就一路坐到终点站，因为她也不知道去哪里啊。
查，就有个警察来问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就把他认定为是孤儿，所以就把他送到认养机构，他才最后被送出去。警察还是蛮随便的，怎么会这样就判断？但你记得我们之前有做过兄弟父子会吗？对，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很红的那个韩剧《苦尽甘来》？它里面有一幕不是就是小朋友有一个女生试图想要骗他吗？那个年代就是非常多失踪儿童，他们可能把他卖去做非法交易，也有可能把他卖去送养。是台湾最近很红的国有器官。还好这些爸妈在最终有找到他们这个女儿。然后我看到很难过的是，因为那个女儿就被送到美国，不会讲韩文嘛，就是讲英文嘛。那妈妈为了见那个女儿，就开始学英文。女儿就来韩国找她妈妈。那妈妈见到第一句话就跟她说 ：“I'm so sorry。” Oh my god！ 我真的是看到我整个垮。Oh my god！ 妈妈就变成一个 harmony， 是一直说 so sorry so sorry 这样子。我看到好心酸哦。3、4岁的小朋友已经会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对啊，我觉得那警察也很随便啊，整个社会都很随便吧。当时这个社会氛围就不是一个小朋友失踪会帮你找人的状态，他就是直接送到那个机构。再来呢，还有一个案例呢，这个女生叫做金有利 Kim Yuli， 她是被送到法国，长大之后去查的资料，她不是孤儿，她也是有家人的状态，被送到法国。那她过得比较辛苦的是，她的养父领养她，感觉就是要性虐待她，所以就选了这个婴儿。她说养父有跟这个机构说，她就是要小女生，然后几岁的小女生。成了这个交易，然后他就被送养到法国，而且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是小学生了。养父就有做这样的犯罪行为，甚至呢，养父的这些犯罪行为，这个养母都知情啊。所以她漠视她自己的老公去强暴一个儿童。没错，在青少年17岁的那一年，她就离开家里了。长大之后，她就是要去追究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她会被送养到这个家里呢？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正式的领养过程里面要有非常多的评估，一定需要的啊。长时间的志工那些都要去家庭访问，没错，就是有这些原因，而且连有这些制度都还一堆漏洞了，更何况没有这个制度的状态下。没错。再一个案例呢，是1988年出生，我跟我们差不多大，被送养到丹麦的一个女生，养父母说呢，她是孤儿，所以被送养。后来这个女生她也有找到她的爸爸妈妈，可是她的妈妈说呢，她其实根本不知道她被送养出去了。她以为她死掉了，就来到了医院生产嘛，然后就是因为阵痛太辛苦了，太长的时间，所以那个妈妈昏迷了。等她清醒的时候，医生跟她说：“我们救不了你的宝宝，你的宝宝死掉了。”所以医院是有参与的，甚至他也没有看到他的宝宝的尸体，对尸体，然后就说他们已经拿去处理了。甚至他当时还有办了宝宝的葬礼，就没想到他的宝宝健康的长大了，然后被送到丹麦做领养了。那他怎么找回来的？一样啊，因为开始有这么多人开始出面说他们是被领养的，然后他就讲了他的故事，然后他的名字、他的脸什么的，家人就来找他了。甚至呢，亲生母亲有说呢，妈妈的妈妈有来到这个医院说，宝宝走了，我们可以把尸体给领走吗？我们帮他办葬礼什么等等的。就这医生还很生气的把他赶走，就说我们已经处理掉了等等之类的。做贼心虚。他找到他的母亲之后，他就去拿出他当时的送养文件嘛。那送养文件上面就有写说他的出生地跟爸妈资料，他上面就是写说爸妈因为家境不好，没有办法养他，所以把他送走了。然后出生地跟爸妈的姓名全部都是跟他真实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成年之后要去确认这件事情啊，怎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错误？来到了福祉会这个机构去问，福祉会的 email 的回复是说呢，我们当时接到医院的要求，说有一个孤儿需要送领养，我们并不知道你的亲生母亲有没有签名，要撇责就对了啦，反正就是医院的事啦，医院叫我们送，我们就送了啦。那你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你要去问医院。没错没错，你不觉得很扯吗？妈妈一定是医院跟那个福祉会有一腿。是啊，一定是把他卖走啦。可不可以让妈妈们安心生产啊？我有查到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本来已经跟海外的领养父母亲已经说好要送养了，但是这个婴儿反悔，爸妈突然反悔，或是婴儿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要送一个出去啊，所以就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生了一个婴儿出来送出去，就是、有点像你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件衣服，然后因为那个衣服没有款了，所以他给你一个类似款，对，有点类似这样，才会有为什么性别不一样的状况。婴儿已经收到，你也退不回去。对啊，好傻眼，婴儿变成商品真的太傻眼。对啊，在1993
年改了这个制度。国际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定，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非法收养跟这种人口贩卖，叫做海牙跨国收养保护儿童跟合作公约，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它就是要把孩子的权益摆在最前面，不可以有像这样的人口贩卖啊，或者是养父母本来就是有问题的状况，让小朋友可以成长在一个安全跟稳定的环境里面。还有一个是，只有在孩子在原生国家找不到合适照顾的时候，才会送往国外。今天在韩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先以韩国的领养爸妈为主，而不是送出国。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整个收养过程都必须要公开透明，并且国家要监督这件事情，不能靠伪造文件，不能有中介等等的行为。很多人都在说韩国是在2013年才参加这个公约，其实已经非常的迟了。这之前已经有太多小朋友已经被这种状况下送出去。接下来要讲最后一个，刚刚一直提到这个韩国社会福祉会，长期以来一直将儿童送出国领养，并且还收取高额金额。我真的听到福祉会很反感因为那个兄弟福祉会也是福祉会啊，它是政府委派的一个机构，长期领取政府的资金，做这些他们认为是爱心活动的这些事情。其实那跟我们之前说的兄弟福祉会其实很像。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呢，这个机构曾经呢说要盖一个非常大型的，算是休养院吗？兄弟福祉会好烦我那什么 deja vu， 叫做新芽之丘青旅休养院。为什么要盖这个休养院呢？他们就是要把所有的孤儿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的小朋友啊，把它集中在这里照顾。你说过这个故事了，叫做福让人兄弟福祉会。觉得超像的。他们就是跟政府提了这个提案，说要盖这个大型的休养院。政府呢就给他一个地，金鸡到东滩地区有20万坪的一个空地让他们盖。他们也宣称说呢，休养院他们就是会照顾一些弱势儿童跟一些孤儿。他们彼此一定给了对方灵感，就是一直长期以来有收到海外各个的收养爸妈的这些资金，利用这些资金，然后再加上政府给的款项，盖了这个休养院。然后里面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穿一样的制服？上面最好笑的是，这个休养院现在是露营场，是一个私人露营场，收费的私人露营场。你去 Naver 搜寻还搜寻得到，大家都在里面露营哦。Oh my god！ 所以最后连没有收养这件事情，它就是变成一个商用的露营场，等于是骗了一堆钱这样子。对，而且它超大的哦，还有人去空拍它的那个土地，那它的企划书的概念应该就是用兄弟福祉会企划来去骗政府。还有很多 vlog 去介绍那个露营地有多漂亮，绿油油的一片地，因为超大，然后里面就很多小朋友。各位，那个是卖孩子们得来的钱呐。新闻就有去查韩国社会福祉会收入盈余资料，有96%的收入现在就是来自于这个露营场地呢。原本来要帮助孤儿啊这些弱势儿童社会福利的这些捐款，现在就变当成一个牟利的商业工具。这官商勾结没有？你觉得有可能吗？也是啦。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件，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曾经是最大婴儿出口国韩国发生着一个这么悲惨的故事。现在是第3大，我觉得有点可怕其实。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 Day， 看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娜，拜拜，下次见。